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办日本签证。那么我们去寻找日本签证的信息呢，最好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这边权威的获取信息。我们点这个第一个官方这边标志。进入这个页面之后，它是有中文的页面的显示。那么我们点这边上面有个签证这个字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就有赴日签证咨询了。那么其实它这个资格要求的话，其实非常低。这边显示了，就是我们国家是需要这个签证的，不论逗留几天都需要提前办理好签证。那么要求的话就是这些，要有护照，那么你的护照还可以要有回国的资格，这个没问题。那么申请材料，还有这个去的话，你要符合这个活动和身份。第4项的话，就是你不能符合这个入管法第5条第1项的各条任何的一项的规定。这个我这边打开个网页了，那么它这边是其实就是怕你带来不利后果的外国人吧，比如说那么保健卫生要求、反社会性质，那么之前在日本有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。这个的话，基本上初次去日本的话都是没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这边就不看了。首先的话，目前为止的话，去办日本签证的话，都要通过代理的旅行社去办理。那么它这边是也说明了，就是说它不像美国签证和加拿大啊、英国之类的，你可以网上填表自己办理。那么它这边显示，本馆的签证手续原则上需要通过本馆指定的代办机构办理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哪些代办机构。这边有这边上面的省区划分。当然了，这边有注意一项，就是说你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的话，比如说你是美国国籍在中国的这边的话，那么你要有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这个地方办理。那么在这边的话，其实我没看到有上海的这个旅行社，比如说我搜索一下，这个不是，就只有这一条。这一条的话，其实也是属于北京的。事实上的话，比如说上海领区的话，其实也是通过这个上海的旅行社去办理的，但是具体操作的话，可能他们会转交给这个，比如说这种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啊，这种代理分社去帮你提交，那么也是一样的。当然最好如果说这些指定的这官方机构去办理的话，那更好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签证申请的材料。比如说团队旅游就比较简单了，它这个三角形的符号其实就是可选项，你可以提交或者说不需要提交。它这边显示根据情况需要提交。那么团队旅游的话就是很简单，就是护照、签证申请表、照片，还有个人信息处理同意书。个人信息处理同意书的话，就是说明你的信息的话，因为怕隐私方面的要求，就是说你允许他们同意现在、将来、未来查阅你的信息，那么他们就会保留你的信息，存储你的信息。那么单次的话就是自由行了。自由行的话，这个前面这几个都是一样的。那户口本的话是需要你自己提交的，因为户口本的话需要上面只要有信息的页面全部都要复印，包括你家人的都要复印。那么确认经济能力的资料，这边有一个1号注释，这边的话 A、B、C 的选项都是可以的。那么最简单的话就是国际信用卡了，那么含银联卡，那这就没问题了。只要是信用，就相当于说只要信用卡金卡级别以上，其实金卡级别以上的话，在中国是很容易办理的。然后能确认该卡有效的资料，这个怎么确认呢？就是当时我自己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，我是信用卡的正反面复印了一下，
我甚至怕被盗刷的话，我就是找了一张那个没有激活的信用卡，那么当时是通过的。那么后面我是帮别人办签证的时候呢，他是要求这个信用卡是刷卡，去刷一次卡，刷一次卡之后那个小票要给他们提供。那么这样的话也很简单，你去任何超市里面刷卡就可以了，包括星巴克啊，那都可以就有小票的。在职证明的话，这边其实都不需要了，因为这个也属于符合这个经济能力材料之一。那么这2号选项就是这个是一般情况，这个户口本的话，其实跟上面是一样的，但是亲属关系公证书可能是作为副申请人，就是说他比如说你的孩子跟你一起，那么稍微就是可能出生证明吧，类似于出生证明之类的吧。那么大学生的话，可能需要这个学生证啊，或者毕业证书啊。这个单次还是比较简单的。那么个人旅游3年多次的话，其实这边有分3种情况。这种情况的话是东北6县的话，是你需要在东北6县那个地方住宿1晚，你至少住宿1晚，然后再回来之后再申请。这个才激活这个签证这个要求。那么冲绳的话，就是说你在冲绳住宿1晚，然后足够经济能力的话，这个是没有限制的。这个是没有限制的，就是说你可以在全日本境内的话，任何地方登陆，包括旅行，也不需要任何住宿证明。那么比如说看这个情况的话，前面都是一样的，确认经济能力材料的话，这边没有信用卡了。那么这个是需要在职证明和确认年收入的资料。这个的话，一般来说的话，旅行社要求是20万或者说10万。那么20万的话，就是说你没有去过日本的，那么就是要提供20万年收入证明。如果去过日本1次，那么提供这个10万的证明就可以了。比如说你能这个房产证明啊，股票交割单这边也可以的，其实。银行流水也当然也可以，最近6个月。关于这个银行流水为什么要最近6个月的情况的话，这个主要是怕你这个刷流水或者流水造假，因为你造假的话，你不太可能去6个月之内180天你天天造假吧，所以说这个是他们是一个考量的标准。比如说这个3的话，具有一定经济能力且过去3年间曾以短期签证赴日的人士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原则上要求是他这边没有写多少次，那么旅行社那边的话要求是最近3年你有2次的个人旅游，就自由行的单次签证去访问过日本，那么签证这个可以申请这个冲绳的。这个4的话就是说，你主申请人已经取得该类多次签证，家属只能申请和主申请人同类签证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比如说你自己获得了日本3年签证，那么你想给你家人办一个多间签证，那么比如说你想给家人办一个5年签，那是不行的，只能跟你一起，因为这样还是有助于申请的条件。因为你自己去过了嘛，然后你家人跟你一起去的话，他们办的签证跟你同个类型，那是比较好的。关于这个5年签的话，其实我是办过5年签，然后5年签的话，其实条件的话比这边上面的话，并不难。那么只是这个要求年收入会高一些，也是要求最近6个月的流水。那么我当时办的时候就是提供了最近银行的6个月的流水，大概是要求是年收入证明在50万以上。这个年收入50万以上怎么证明呢？就是说你最近1年的年收入50万是别人给你转账也算收入，公司给你转账也算收入，但是你的支付宝提现和微信提现那是不算的。你这些银行流水材料给旅行社的话，他们会用黄色标记，就是这样标记，这样划出来，然后再计算你的年收入。这个无非就是要求你的
收入高一些吧，就这样子吧，收入高一些吧。因为当时我也提供了很简单的材料，就是这边这种信息，然后一个在职证明，包括这个银行流水，其他都没有了。只要你的银行流水够的话，那就可以，包括股票也可以啊。这个也是一样，就是说你自己办了5年签之后，那么你当时想跟家人办的话，那么家人也是可以获得5年签，但是你办完，比如说你这样子，你分开办的话，跟一起办的话，这样子的，你一起办的话，那就是可能一起通过。那么分开办的话，比如说你今年你是有获得5年签了，你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，第2年带家人出去旅行的话，那你这个把你的签证复印件和护照提交给使馆，那么还要重新验证一下你的最近1年的银行流水，就是说等于说是要重新验证你这个银行流水，而不是说你仅仅提供说我现在已经获得5年签了，那么我给家人办，那么第2次办还是需要提供你的证明。这边要注意事项，旅游签证必须通过本馆指定的旅行社申请，那么特别是旅游多次签证，必须通过那么本馆指定的旅行社提交申请。还有这个包括签证申请表上的话，它这边其实是要旅行社帮你去预定这个往返机票和住宿饭店的。这个的话其实是抽查，一般来说旅行社会要求告诉你，就是说使馆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问你的机票是哪里订的，那个酒店是哪里订的，你要说明这个情况，你就说我这个签证、机票包括酒店都是在这个旅行社订的，这样子的话就 OK 了。这个要注意一下，它这个旅游多次签证不包括5年多次签证，那么就是3年签。3年签其实上面有3种情况，那么这2种的话属于指定地方登陆的，这个是没有限制的。那么指定登陆的话，比如说你东北6县和那个冲绳的话，那么你就需要你去冲绳一趟，然后停留一下，然后回国之后你要进行一个销签动作，就是你把你的在冲绳的住宿证明提交给旅行社，旅行社帮你销签，然后这样才算是激活这个3年多次往返签，下次你就没关系了。至于这个签证费用的话，这边单次签证的话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单次签证，比如说你去东京、大阪的话，那是要收200块人民币的。那么如果说你单次签证去访问这个冲绳或者东北3县，中任何一县免收签证费。但事实上的话，你确实有这种签证，单次旅游签证的话，有冲绳签证的，那么那种签证的话，一般的话旅行社收个60多、80多都有。那后面这种指定的都没看到过，因为这种地方的话，你飞机直飞也好像也很难。其他的话，那么单次签证的话，正常价格的话，我当时第一次办的话，大概是280多吧，等于说是他们成本价是200块钱，旅行社赚80块钱。那么多次签证，3年签和5年签都是一样，都是400块。那么如果说你是靠留宿在冲绳和这个任何一县的话，免收签证费。但事实上还是，比如说你办那种冲绳的要去激活一下这种签证的话，其实价格会便宜一些，但是还是会收签证费。这个看情况，看你的资料的审查资料完不完整。正常来说的话，还是会比这种没有限制的要贵一些。那么没有限制的话，基本上在400块左右，400块以上吧。那么也有500多，也有600多的。其实事实上的话，如果说你是办冲绳去激活这种签证的话，就是其实旅行社成本价是0元。办签证去哪里办呢？我觉得我推荐这个飞猪上办比较方便一些。比如说你是上海领区的，那么就是点上海领区签证，我们上海送签。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吧，这个不打广告。它这180的话，其实它最后不是180，你看它这种加急费啊、什么费啊都有。正常的话，它会这个其实是一个诱惑你吧。
那么正常的话都是这种价格啊，金牌通道、特殊通道，看你材料准备的怎么齐不齐全。那么3年签它这边也有，你们写50块这种，其实都不是很靠谱。那么新规简化都有，这个其实可以去网上去看一下。比如说，他这边就是3年多次签证，他这边写了，必须去过，且全程为酒店，不能为民宿，啊，都有这个入境要求，然后要回来销签的，这个注意一下。还有一点的话，这个证件照是4.5乘以4.5的，那么户口本复印件，假如你的户口不是在上海领区的话，比如说你是河南户口，那么你人长期在杭州或上海工作的话，也是属于上海领区的，那么你需要提供这个居住证，居住证的账号和密码都要提供。就是当你就是认定你这个工作地作为这个领区的范围，而不是认定你的户口。那么其他的话就是申请表、个人信息处理书、同意书。比如说我打开这一份就是日本5年多次的签证的申请，就大概这样说明：年收入50万，工资流水。那么事实上的话，其实只要你证明收入在50万以上就够了，一年的话，税前。那么有税单的话最好，一般有些个体户虽然说钱赚了很多，但是很难证明是税单吧。这个是护照半年以上的话，这个都没什么问题，大家都一样。那么他有些是电话会抽查，就是回答旅游观光，这个赴日不是看亲戚朋友的话，这个怕你滞留，一般来说都没有滞留。那么机票、酒店就一句话，都是旅行社代办。这个就是个人信息处理意见书，这倒没什么问题，每个人都要签写。这个就是旅行社当时发给我的这个注意，那么要统一口径，比如说这些，不是看朋友。你这个就特别是这个接到电话负责这个行程，机票哪里买的，酒店哪里买的，你必须要说这个我是旅行社买的。那么我再说一种情况，就是说你的个人旅游签证吧，你如果说没有满足他的条件，没有满足他这边的条件，比如说你确认经济能力的资料就是也没有来得及办信用卡，但是你想去，那么再次证明，比如说你今年刚刚是待业了，那么也没炒股，那么有种情况就是说你可以提交押金，押金的话以前是5万，今年是简化了变成3万了。这押金的话就是说你去了之前你要提交给旅行社，然后你去了日本回来之后你销签，然后在旅行社把它解冻。那么今年好像是3万。那么这个其实我问过旅行社是这样子，就怕你滞留一个的话，他旅行社是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的，就是说你在滞留的话，就是会问旅行社去罚款。他们之前收5万的时候，他们成本是3万，哪怕你跑了一个，他们还赚2万。那么今年3万了，他们估计成本在2万左右，大概就这样子的。比如说我说便宜点签证吧，就是这种签证吧，你看48，它成本价是0元，那么还有这种55块7的，这种都是0元。比如说我们看到嘛，他们成本是0嘛，就是免收签证费嘛。所以说其实你要如果去冲绳的话，你可以经常去冲绳，然后签证费是很便宜的，然后你去过2次之后的话，可以简化办理3年多次签。那么3年多次签的话，冲绳的3年签的话，其实也便宜的，也是价格比较便宜的。那么可以看一下，有这个多次签证，那么75块，是吧？这个就不是了，这个就是无限制了。那么这边再说一下，就是说我看到网上有些日本签证可以简化办理的这种商家，那大家都要小心点。比如说我这边搜索一下吧，比如说这种这个倒不是，这个还正常的。
反正是有那种简化办理的这种日本签证吧，价格很高的，可能这边也有。我们看价格高的，这倒不是了，这个价格由高到低，这个也不是。有这种签证，类似于这种签证，类似于这种签证的话，我感觉可能不太靠谱，因为它这种是，你看它要求都没什么写明，签证费6000块钱，它这种可能是针对那些很难办出签证，或者说你已经有在日本这种违法记录了，那么可能它这种涉嫌有造假，但是我建议，如果说你能准备材料的话，你就不要去办这种签证了。那么其实也有1000多块钱也有帮你代办的，那么简化，我感觉他们是做银行假流水的，所以这种一定要小心。弄得不好就可能你是永久被拒签了，那么都有，是吧？那价格都不一样的，特别是北京领区，基本上都北京领区，因为这边代办机构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北京领区多，是吧？我们再回到这个大使馆网站去看一下这个关于这条，注意提醒。那么他说，注意提醒，这边多次往返签证的话，必须要通过旅行社申请。啊，这边有，那么这边有这些，这个是多次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啊，这个团体的这是，啊，这是一样的链接。我这边给大家说一下，我管管辖区赴日团体个人，啊，点进去之后这边没有个人的，你看这边有这些停办送签业务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被处罚了，啊，不然的话这个生意不会这么不做。看这个也被处罚了，刚好这边是4月到9月，刚好是5个月吧，是吧？这边是1个月，都被处罚了。这种可能发生了一些造假行为，或者说你提供的这些人有几个滞留了，啊，都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的。那么我建议这个办签证的话，还是在飞猪上办吧。正常搜索下来的话，你就直接搜索日本签证，正规渠道。